美女以为我瞪大双眼是缠她胸前的那对大灯，可她不知道，在我的天眼下，她身下的泥土里正埋着一具女尸，等我一铁锹铲出森森白骨。刚才还满脸嫌弃的美女直接吓瘫在地。忽然我停下了脚步，公园中有一片树林，树下有几个人在野餐，欢声笑语的好不热闹。我定定地看着他们，犹豫了好久，最后向他们走了过去。正在野餐的苏苏看着向他们走来的我，笑着打趣道：“帅哥，你是想要我们的微信吗？”闻言我也不生气，心里暗想一帮小萝卜头而已，年纪连自己的零头都不够，懒得计较。我一本正经地推销起来：“你们要买平安符吗？可以保你们平安无事。”野餐的几个人的视线纷纷看向我，满脸怀疑。可惜了，这么个帅哥，脑子居然有病，还是赶紧回家吧。我摇了摇头，认真地问：“真的不要吗？可是你们屁股下面坐着一个人，他会跟着你。”有个男生不乐意了，站起身呵斥道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”我往他们屁股下面指了指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往下挖1米有女尸，10几公有手链，不信挖挖看。”苏苏咽了咽唾沫，扯起一抹牵强的笑容，故作镇定地说：“少在这骗人。”我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语气笃定地念出他的过去：“你7岁落水，10岁父母分开，上个月刚经历背叛。”苏苏听完惊得脸色大变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接着我又走到刚凑过来的大爷跟前，看着他的面相说道：“大爷，您老伴儿早走，独子在国外，对吧？”大爷瞬间愣住了，一点不差，不会真有什么吧？野餐的几人瞬间想到了我刚才的话，吓得赶紧跑到一边，一时间气氛安静的有些诡异。突然保安大爷把喇叭扔到一旁，挽起袖子大喊一声：“我来挖！”大爷真的从土里刨出来一条手链，众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这只是个巧合吧，小伙子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冷漠的眼神示意他继续挖。大爷深吸了一口气，硬着头皮继续往下挖。很快，一截白森森的骨头出现在大家视线里。大爷吓得铁锹一扔，飞快跳到一边。他苍白着脸，脑袋一歪，直接昏死过去。胆小的女生顿时扑了出来，尖叫着：“怎么办？死人了！”醒过来的大爷腿肚子都在打颤，惊悚地望着我，颤巍巍地问：“你是神仙吗？”什么神仙？要相信科学，对吧，大爷？保安大爷尴尬地笑了笑，表情跟哭似的，结巴着掏出手机。报警！我顺势又开始推销起来，笑眯眯地问：“要平安符吗？可保平安顺雷，鬼邪不侵哦，只要500一张。”几个人争先恐后的掏钱要买平安符，大爷也哆哆嗦嗦的买了一张平安符，连地上的大喇叭都顾不上拿了。保安很快赶到，勘察完现场后，带着我们几个人回去做笔录。此时的保安办公室内，有着10年办案经验的老保安李队正在给我录口供。目击者，你的姓名、年龄、性别报一下。我坦然的回答：“虽然大概1000岁了，不过我可男可女，看你需要。”李队怀疑自己听错了，抬起头瞪大眼睛问：“啥玩意儿？”我认真的重复了一遍：“我男女都可以，便看你需要。”李队脸色一沉，严肃的警告我：“我提醒你一下，妨碍公务处200到500元罚款，并处5到10日拘留，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刑事责任。所以请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。”我委屈地摊了摊手：“我说的都是实话呀，要是男的不行，我给你变个女的。”李队一阵无语，叹了口气，扭头在记录表上重重的写了个男字，紧接着追问：“你怎么知道那里埋着尸体呢？”我理所当然的回答：“我算出来的呀。”李队眉头皱了又皱，感觉自己的耐心快要耗没了，拔高音量反问：“算出来的？”我认真点头，肯定的说道：“对，算出来的。”李队怀疑的看了我一眼，本能觉得我在胡说八道，可是他看过其他人的口供，确实跟我说的一模一样。李队忍不住又打量了我一眼，心里琢磨着自己办案多年，什么样的人都见过，知道人不可貌相，但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会算命，这谁信啊？压下心底的疑虑，李队再次深吸一口气，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，提醒道：“顾先生，妨碍司法办案是要判刑的。”没等他说完，我歪着头看着他的面相，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恭喜你，你要当爸爸了。”李队一愣，傻眼了：“啥？你老婆怀孕了，是双胞胎。”李队下意识的反驳：“怎么可能？”话音未落，他桌上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。李队拿起手机，发现是自己媳妇打来的。接通电话后没听两句，李队整张脸都笑成了一朵花，激动的手脚都在发抖，高兴的嘴都咧到了耳朵根。媳妇在电话里说她怀孕了，挂断电话，李队咧着嘴直笑，对着办公室的同事宣布：“我媳妇说是刚去医院检查，怀了双胞胎2个月了，太好了！恭喜恭喜恭喜李队！”办公室里的几人闻言连忙上前道贺。李队瞄到一旁的我，赶紧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。我没理他，反而转头看向旁边另一个年轻保安，笃定的说道：“赵宇，你妈去超市抢车架鸡蛋，扭伤了脚，对吧？”赵宇一愣，随即点头如捣蒜：“对啊，是昨天抢鸡蛋的时候扭了脚。”此时一个叫张婷的女保安满眼好奇的凑过来，面带微笑的问道：“算得挺准的，你看看我能有什么事儿？”我瞥了他一眼：“你有挺严重的宫寒，每次来月事都会痛不欲生。”说着，我拿下身上的小挎包放到桌上，拉开拉链：“算你运气好遇到我了，我刚好有治这个的符。”张婷错愕地点头，如捣蒜，心里暗惊：“没错，那几天确实是我最难受的时候，中医西医都看过了，医生都说只能慢慢调理，
药吃了一大堆，可总不见好。我打开巴掌大的布包，一样一样往外拿东西。随着我拿出的物件越来越多，众人的眼睛越瞪越大，嘴巴张得溜圆。一沓现金，一堆叠成三角形的符咒，空白的黄符纸，朱砂一支劈叉的毛笔，甚至还有香蕉和苹果，杂物很快摆满了一大桌子。看我还在往外掏，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彻底惊呆了，全都围了过来，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。有人小声惊呼：“那个巴掌大的布包是怎么装下这么多东西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太不科学了！”终于，我从里面找出一个叠成三角的符纸，递给张婷，嘱咐道：“这是暖宫符，你贴在小腹上，差不多1个月就能根治。”张婷愣愣地看着符纸，没有立刻接。办公室里静悄悄的，空气好像都静止了。半晌，李队率先从震惊中回神，眼睛在我和小布包上来回打转，到底没忍住开口问道：“你这个包看起来也不大，怎么能装这么多东西？”他的话刺激着大家的神经。我从包里扯出一张黄纸，挥了挥解释道：“我的包里贴着收纳符啊，就是这个，只要把它贴在包包里，就可以装比实际多几百倍的东西。”办公室里的几人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心里掀起惊涛骇浪。一张纸居然这么厉害，这是现实版的神话吗？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的张婷，急忙双手接过符纸，激动地道谢：“谢谢，真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好了。”我伸出手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不用客气，给钱就行，5包快。”张婷愣了一下，随后爽快地掏出手机扫码付了钱。我笑弯了眼，揣好钱，手脚麻利地把满桌的东西全都收回小包里。收好符纸的张婷两眼放光地看着我，嘴里还不忘自我催眠般地嘀咕着：“要相信科学，杜绝封建迷信，杜绝封建迷信。”李队用力搓了2把脸，强迫自己回归正题。凶手是谁？你能算出来吗？或者你还能算出什么线索？我歪着头搓了搓手指，反问：“给钱吗？”李队深吸一口气，咬牙切齿地吐出2个字：“给钱。”得到了肯定的回答，我顿时眉开眼笑。给我死者的生辰八字，我可以试试。李队无奈地摊开手：“这没有，我要是知道他的生辰八字，我不就知道他是谁了吗？”这样啊，那你们着急吗？不着急就改天。李队赶紧说道：“当然着急，这件案子领导很重视，限期1周内破案。可是目前知道的线索少之又少，只知道死者是女性，年纪在25岁左右，生前受过极其严重的非人虐待，身体多处骨折受损，死亡时间大概在5年前。时间不等人，你有什么办法尽管说。”我悠悠地叹了口气，提议道：“这样的话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，我可以唤出死者的友魂，你们自己问他，好吗？”李队的表情瞬间僵住了，差点咬到舌头。啥玩意儿？小伙子居然让我们去问鬼！他咽了口唾沫。我可能没听清楚，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我说，如果死者还没投胎的话，我可以把他找出来。有什么事你们自己问他。李队扭头看看一脸震惊的同事赵宇，小声确认道：“他刚才是说让我们去问鬼吗？”赵宇重重地点头，肯定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李队，您没听错。”李队再次看向我的眼神，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。走吧，跟我去公园。李队沉默了半天，终于艰难地下定决心，一咬牙说道：“好，我们跟你去。”我微笑着伸出手，笑眯眯地报价：“出外勤1000块，我总不能白帮你们吧？”李队咬咬牙，心痛地点头：“好。”说完，自己掏腰包转给了我1000。我喜笑颜开。深夜，我随李队、张婷和赵宇3人来到发现尸体的地方。我2指夹起一张黄符，嘴里默念几句口诀，只见符纸无火自燃，眨眼间烧成了灰烬，灰烬随风飘散。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李队他们3人觉得周围气温骤降，忽然冷了许多。赵宇打了个哆嗦，他搓了搓胳膊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对我说：“大师，这里什么也没有啊。”哦，忘了你们看不见。我并拢手指在他们眼前一抹，划过一丝金光，迅速融入他们的眼睛。我拍拍手说：“好了，现在能看见了。”赵宇夸张地眨了眨眼，又四下看了看，疑惑地说：“还是什么也没有啊。”话音刚落，眼前的大树上嗖地一下垂下来一道黑影，一个幽冷的声音在他们头顶响起：“你们是在找我吗？”张婷吓得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身旁的赵宇更是白眼一翻，直挺挺地向后倒去，直接晕了。我掏了掏被震得嗡嗡响的耳朵，看着地上的赵宇无语地摇摇头，真没用。李队办案无数，自认心理素质超强，但此时也是头皮发麻，四肢僵硬地定在原地。我仰头看向树上的女鬼，冷声命令：“你下来，我们有话问你。”女鬼直觉上感到我极其危险，飘下树后离我们远远的，根本不敢靠近。她用那双空洞的眼睛疑惑又恐惧地看着李队：“你们不是有话要问吗？赶紧问啊！”李队硬着头皮上前一步，咽了口唾沫说道：“我是市刑警队的，正在追查你的命案，所以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你是谁，杀你的凶手是谁，帮我们提供线索。”女鬼听到这话，茫然的自言自语，努力地回忆着生前的事情。随着回忆，她身上的黑气越来越浓，表情也变得极度狰狞，发疯般的嘶吼。李队和张婷被这股阴森的煞气吓得连连后退几步。我眉头一皱，抬手隔空一个巴掌甩过去，清脆的响声过后，女鬼身上的黑气立马被打散了大半。她哆哆嗦嗦地低头站着，再也不敢看我。老实点儿，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再不老实，
我打得你魂飞魄散。女鬼吓得一哆嗦，瑟瑟发抖。李队深吸一口气，擦了擦冷汗，说：“你们先在这儿守着。我看还是我来问吧，你是谁？怎么死的？杀你的凶手是谁？”凶手是个男人，我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是谁。不认识？那是劫财劫色，或者是寻仇？都不是，那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魔鬼。眼看女鬼情绪激动，黑气又要暴涨，我屈指一弹，一道金光打入女鬼体内，那股暴躁的黑气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。李队见女鬼情绪缓和下来，才放缓语气继续安抚：“姑娘，你把事情详细的告诉我，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，将他绳之以法，还你一个公道。”女鬼娓娓道来：“我叫李娟，死的那年才20岁，因为家里穷，高中毕业后我就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打工。那天晚上我下了夜班，走到一个小巷的时候，突然被人从后面捂住口鼻，等我醒来，就已经被锁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房间里了。他极其残忍地折磨我，让我痛不欲生。我越痛苦，他就越高兴；我喊叫声越惨，他就越兴奋。我苦苦地哀求他，求他放过我。我承诺可以把我这几年攒的钱全都给他，向他保证绝对不会报警。可是他根本不理我，他每天变着花样虐待我。我不知道昏死过多少次，每次都被他硬生痛醒。那段日子，我就像活在地狱里一般。”听着他的气诉，李队和张婷久久不能平静，心里燃起怒火。李队想了想，抓住重点问道：“那这期间，你有见过他的真实面貌吗？”女鬼声音哽咽地回答：“他每次来都戴着个可怕的魔鬼面具，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我只知道他身形很瘦，身高有1.7米几，他的左胳膊上有个伤疤，像是烟头烫的。还有一次他出门接电话，我隐约听见他说他叫吴天。”刚被张婷掐人中醒过来的赵宇听到这个名字，惊恐地瞪大眼睛惊呼：“你说他叫吴天？不会是我那个远房表哥吴天吧？”张婷忍不住打趣道：“这么巧，你表哥不会就是那个变态杀手吧？”赵宇觉得难以置信：“不会吧？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”这最简单了，你有你表哥的照片吧？拿出来我看看，就知道是不是他了。赵宇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，开始翻找相册，很快搜出了一张吴天的生活照递给我。我只看了一眼，便转头语气肯定地对李队说：“去抓他吧，他身上可不止1条人命，至少杀了5个人。他家地下室里有个暗室，现在里面就关着一个受害者，去晚了那人就没命了。”众人听到这话震惊不已，倒吸一口凉气。我摸了摸下巴，好心提议道：“我还可以帮你们给他下个真画符，这样连审讯的口供都有了。不过嘛，这是要单独收费的，给500块就行。”小赵，给钱！李队，为什么是我给钱？我刚来局里第1天上班，连工资都没发过呢。哼，那嫌疑人是你表哥，这钱自然是你出，就当大义灭亲了。赵宇嘴角直抽抽，心里暗骂自己多嘴。干嘛要说是自己表哥？直接说以前在网上见过不就行了？怎么这么巧？你是不是算准了我身上刚好有500块钱？那是自然，多了你也没有啊。收好钱后，我转身看向女鬼李娟，温和地说：“你先跟我走吧，等你的案子结了，怨气消散，我再送你去投胎。”女鬼原本满腔恨意怨念不消，所以一直徘徊在世间，无法入轮回。好，我听大师的。我从包里拿出一个油润光泽的小葫芦，这小葫芦是我在地摊上淘来的，自己刻了符咒。我拔开葫芦塞，默念了几句口诀，女鬼随即化作一阵黑烟，乖乖钻进了葫芦里。李队3人齐刷刷地盯着我手里的葫芦，这简直跟看玄幻电影一样，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第2次了。呼叫支援，所有人立刻直奔吴天家，快！